科学家在研发氢弹时，突然听到了滴滴滴的声音。什么声音？我饿了，刚才是我肚子叫了一声。不是，这错了，量不对，不能这么小。旁边的同事投来质疑的目光，难道计算机还会出错吗？要知道，当时国内只有一台超级计算机，就连原子弹的所有数据都是靠它完成的。可经过技术员检查后发现，计算机真的算错了。真被你说中了，加法器的电子管出现问题，需要维修一下。你太厉害了！同事们都惊呆了，原来真的有人比计算机还厉害，而他就是氢弹之父于敏。他从未喝过一滴洋墨水，但只是他的名字就足以让西方闻风丧胆。他究竟有多牛？1964年，氢弹的研究工作如火如荼，但也到了最难的瓶颈期。研究人员因为长期营养不良，再加上过度疲劳，所以经常有人昏倒在办公室。于敏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，于是决定搞些鸡蛋为同志们补充营养。家里的母鸡每天都会下蛋，但妻子玉琴却一个也不舍得吃。咱们把鸡蛋攒着，等爸爸回来一起吃，好不好？两个孩子眼巴巴地看着他。玉琴虽然有些于心不忍，但还是轻声将两个孩子安抚下。晚上女儿耍脾气不肯吃饭，你怎么不吃啊？不吃就只能饿着啊。我想吃鸡蛋。鸡蛋哪能天天吃啊？话音未落，于敏就推门而入。他说自己回来拿点东西，接着还要赶回单位。结果第二天研究小组就有了鸡蛋。好吃吗？可以。陆杰作为第一个吃鸡蛋的人，他忍不住问鸡蛋是哪来的。你还想给鸡写感谢信啊？以后啊，谁有进展，谁吃鸡蛋。好。而此时的家中，女儿偷偷搬来凳子，踩着凳子打开了放鸡蛋的柜子，却意外发现鸡蛋不见了。怎么了？鸡蛋丢了。鸡蛋丢了？鸡蛋怎么会丢呢？原本放鸡蛋的碗里多了一张纸条：今届孙玉琴、于元、于心鸡蛋数颗，不日加倍分红。不忍心看孩子们难过，玉琴在院子里来回踱步，犹豫了很久，才下定决心敲响了邻居的家门。能麻烦你个事儿吗？啊，你说，我能跟你借点鸡蛋吗？啊，多少啊？一个。啊，一个。一个鸡蛋被做成一碗蛋花汤，端到了孩子们面前。就这么点儿？就这么点儿？就你们两个行了吧？氢弹研究进展缓慢，模型构建成了当时最大的难题。原本的扫光模型理论上具有可行性，但通过大量计算后发现，这种模型的爆炸当量根本达不到预期目标。几天前研究小组还士气高昂，但此刻就像是被一盆冷水浇了个透心凉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因为进度缓慢，上级部门派来调查员兴师问罪。他们认为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内部出了政治问题。一向好脾气的于敏第一次拍了桌子。科学的事情，只有科学的问题。老好怕于敏被扣上帽子，就急忙找他谈话。可话还没说完一半，于敏就突然想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案。他一路小跑来到研究室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众人。咱们就按照古人的兵法，分兵迎战。啊，一旦错了，咱们立刻停止。掉头修正。好的。自从上次鸡蛋被偷后，玉琴不再攒鸡蛋，只要鸡一下蛋，她就立刻拿来给孩子们吃。她问女儿想不想爸爸，女儿却说自己一点也不想，因为爸爸不在，我们就能吃到鸡蛋。时间来到1965年，研究小组把预想的模型全都算了一遍，却发现没有一个模型符合要求。组员们身心俱疲，精神恍惚，明明来到了新世界的大门前，却苦于没有开门的密钥。看着无精打采的同事，于敏突然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。从现在起，这样，放假3天，只许外出，不许工作。他赶组员回家休息，自己却留下来继续演算。人生本就是一条漫漫长路，时而坎坷，时而崎岖，但他却是始终向前的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于敏抽空回了趟家，刚到家就看到儿子在院子里哭，妻子也生病发起了高烧，他来医院开药，却连妻子的基本症状都说不出来。到最后只能空着手回了家。于敏的心中充满了内疚，他对这个家亏欠太多。这时小袁突然来找于敏，他从鸡蛋上找到了模型构建的新灵感。调鸡蛋周长，你需要算多久？不规则椭圆形，近似于开普勒软性线或者笛卡尔软性线。换一个角度，截面就近似于规则正圆，口算只需要1秒。换个角度，运算就简单了。咱们之前理论都没有错，就是换个算法。灵感是熬也熬不出来的。为了能让丈夫安心工作，玉琴偷偷让女儿端来一盆冰水，接着把发烧的身体弄凉。你看，不烧了，是不是？走吧。玉琴收起强撑的笑意，
脸上写满的却是心酸和无奈。经过3天的休息，组员们个个灵感迸发，精神状态也都好了起来。但于敏却突然昏倒了。在梦中，他仿佛回到了小时候，血肉纷飞的战场，钨丝高温散发的光束，静电吸附的纸屑，折射阳光的3棱尺，这一切支撑起他对家国的向往。他缓缓睁开双眼，妻子正守护在他身旁。他依稀记得2人出狱时的场景，一晃就稀里糊涂的过去了好多年。看着病床上的丈夫，妻子忍不住鼻子一酸。我不求你家财万贯，我就是希望你好好的。我给你端茶，给你端水，我干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是怕你万一要是有一个什么3长2短的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怎么会呢？于敏答应玉琴会照顾好身体，可妻子前脚刚走，他就又开始算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他偷偷离开医院，一路小跑回到了研究所，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发现告诉陆杰。2人经过充分讨论后，制定了新的研发方案。1965年9月，为了突破氢弹构型的最后一步，于敏和他的研究小组赶赴上海，利用超级计算机进行计算与设计。临行前，妻子又一次问起了他的工作，于敏支支吾吾的不肯说。每次都是这样，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。我没关系，我什么都可以不问。那孩子们呢？自己的孩子连爸爸干什么都不知道。我麻烦你教一教我好不好？你给我一份标准答案行不行？妻子第一次发泄出她的不满，但于敏只能用沉默回应，就像当初老好说的那样，隐姓埋名做一个默默无闻的人。不久后，研究小组来到了上海华东计算所，并在这里艰苦奋斗了100多天。这段难以忘记的峥嵘岁月，后来被称为氢弹原理100日会战。在这既短暂又漫长的100天里，研究人员每天都鏖战到深夜，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。但即便这样，计算结果却还是不尽人意。为此，他们不断地优化研究方向，并用计算机一遍遍地论证。每次等论证结果的时候是最煎熬的，怀着期待又不安的心情，期待研究成果的突破，又害怕到头来一场空。为了缓解组员们紧张的心情，于敏带头背起了出师表。臣受命之日，岂不安息，食不甘味。吾王曰：不可得偏安于蜀都。今贼视疲于西，又无于东，此剑取之时也。近臣其事如左，高立云蔽日月。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时论证结果出来了，研究小组又一次以失败告终。由于理论研究迟迟没有进展，组织决定叫停氢弹小组在上海的一切研究活动。老郝追出门来，恳请领导能多给点时间，费了好大的口舌，才给研究小组争取到5天时间。于敏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，再加上长时间的超负荷工作，他再一次摔倒在地上。他终究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，心无尘绿青深薄，腹有红油丽血盈。他满怀报国之志，犹如海上卷起的浪花，在阳光下耀耀生辉。恍惚中，他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看看国家有多急，再看看你们有多慢。什么叫快？什么叫慢？步子迈得不扎实，你跑得再快，你只会摔跟头，只会摔跟头。心无旁骛，专心致志，专心致志，哪怕走得慢一点，但踩在地上的每一步，它都是稳的。于敏从梦中惊醒，他突然有了个新想法。他迫不及待地找陆杰商量，2人讨论后制定了新的研究方向。先设计2个模型，一个偏理想化，另一个偏实际化。通过验证原子能量的压缩反应，一步步的优化模型。方案一经提出，同事们就纷纷投入到各自的工作中。5天时间转瞬即逝，研究小组迎来了验证结果的最后时刻。可计算机却好巧不巧地出了问题。于敏告诉大家不要慌，他让小袁把计算机重启。100天都熬过来了，也不差这一会儿。3个小时后，计算机终于重启成功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迎接这最关键的时刻。当验证结果出来的时候，小袁迫不及待地上前查看，所有人都紧张不已，成败也在此一举。于敏快步上前仔细检查计算结果，他发现设计的氢弹模型与计算结果完全一致。他强压住内心的激动，接着对组员们说：再算一遍，再算一遍，再算一遍。第2遍的计算成果与第1遍完全一致。再算一遍。在经过连续4次的验算，于敏终于确定他们成功了。成了，只要能驾驭原子弹的能量，就能设计出100万吨级的氢弹。至此，氢弹理论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，同事们激动得手舞足蹈。但于敏却又一次昏倒了。醒来时，护士正在给他输液，他不顾护士的反对，冲出医院，来到电话站给老郝打去电话。诸葛亮出征，他赢了还是输了？还没赢，但是离最后的赢差1步了。